很多人就有问一问我到底需不需要打第三针呢？因为打第三针呢，又怕危险呐，然后又怕年纪的长辈承受不来，所以呢我就借着这一集呢，我就也解答一下第三剂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疫苗呢，到底需不需要打？然后呢，也给你们一些可以考量的线索了然后呢，让你们去参考一下，因为我个人就打了第三剂因为我是前线人员。其实呢，这个我最近有做几个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第三剂尤其是混打那个 Sinovac 跟 Pfizer，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政策上呢，他们就说打了 Sinovac 我们要给 Pfizer， 所以呢，开始那时候有人会惊慌，是因为没有数据，没有不懂到底它会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嘛？因为它是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 mRNA 的那个系统，所以呢，他们大体上都很担心这一点。所以呢，在我做了几个这个侦查，然后我又自己有去找在 KKM 沙劳越的那个数据呢，因为沙劳越已经开打了，对吗？他们到现在为止，马来西亚呢大概有8000个人民呢已经是打了第三剂，就是之前是打 Sinovac 的，然后3个月过后打 Pfizer。在这个8000个人里面呢，全部都没问题，到现在为止啦，这是这个星期的数据来的，是我刚才打个电话去问了，然后去检查一下，找一些那些资料，所以是沙劳越有8000多个人没打了第三剂，是打 Pfizer， 之前是打 Sinovac 的，没问题，没有这个 side effect。然后呢，刚才下午呢，我也是有再找多几张那个科学报告，然后我发现到有几个国家比我们更早做这个政策。第一是土耳其呢，他们的人民呢，他们是打 Sinovac 的，然后呢第三剂呢，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子3个月过后，他们打这个 Pfizer。第二个那是7月开始，他们是7月已经开始了，土耳其第二个国家呢是乌拉圭也是和土耳其一样，他们第一剂和第二剂是打 Sinovac， 然后呢3个月过后打 Pfizer。 到现在为止，这2个国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报道说什么死亡率高还有我们的邻居呢，他就是柬埔寨、泰国这2个国家呢，他们之前是打这个 Sinovac 的，也有打 Sinovac 的病人的人民，所以他们打了2剂过后，3个月过后，他们是给 AstraZeneca 来做这个 booster， 也是他们已经开打了，说 Sinovac 再加 AstraZeneca 也是没问题。所以就算是报道出来什么报道都好，现在是没有什么不是听到了，就是说没有什么数据，就是说有 side effect。然后呢，在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开打了，他们已经是有整几千或者万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第三剂的Pfizer 第三剂，前面2剂是 Sinovac 呀。所以我就把这个数据就直接告诉你们，这是最新消息，是因为我自己去找的，因为在报章是没有报道的。OK， 这个是真的是在天元数据里面拿到的，所以呢，是安全性是蛮高。OK， 可是呢，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到底需不需要打第三剂，还有谁需要打第三剂？因为呢，看上去呢，因为我现在相信，我真的是今天我收到很多信息，好像说打第三针怎么样，应该去打还是不打？明天就要打了，老师
这明天要打了，现在要我怎么办？很担心哦，父母亲。好，我就给你几点的这个看法，你去看一看这个几个方法，可不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先看看这个好和坏，然后过后你就去决定吧。因为 OK，在 WHO 呢，就是世界卫生局，还有这个 CDC， 美国的 CDC 呢，不对 ，CDC， 对不起啊，对了，美国的，他们这两个大组织呢，他们有一点保留啊，因为数据上呢，他们只说，因为我们找到的那资料呢，是60岁以上的人民呢，接受了2剂疫苗过后，他们才提倡打第3剂。就是有一个报告呢，就是说65岁以下的不适合打 booster dose 还有呢就是还有几个报告就是65岁以上打没问题，所以他们就用这个65岁或60到65岁了，有些报告讲60岁，所以呢，他们就提议，如果要打第3剂的话，你应该是在60岁以上的人民才需要打这是第一点，这个是有数据的哈。然后呢，第二他们是在那些60岁以上，然后又有那个还有第二群，对不对？第二群主人就是对，第二群人民，他们说就是在那些免疫系统有问题的适合应该打第3剂，或者是有些提倡第4剂，第4剂那个是给那个免疫系统有问题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就好像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做着这个红斑苍狼的病人他在吃着类固醇或者是吃着那个抗癌药还有就是癌症的病人在做着化疗，还有就是我们的艾滋病患者还有或者是先天性免疫系统有问题的病人这个是 recommended 的，这是第二群组的人是需要打第3剂的 OK。 第三个群组就是高风险群组，就好像我们这种前线人员呢，他是高风险，然后他要面对直接面对这个 COVID 的病人，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打第3剂 OK。 所以这3点呢，你要看一看你的家人有没有这3点如果是有这3点的话，我是提议你们去打可是65岁以上呢，我也是要跟你说一下，你可以 opt not to inject， 就是你可以不需要打，也可以要打，因为在大体上呢 CDC 说65岁的病人以上，65岁以上的病人如果是健康的是不需要打的，他们说是有那种比较危险的疾病，就是说他不只是三高，可是他有serious diseases， 他的 serious diseases 的 definition 就是说他有好像心脏不好很弱了，心脏已经是剩下28%功能或者有肾病的人年纪又大然后中风又是躺在床上那种这种病患呢，他们就是提议打第3剂。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政策就是在这个第3剂，当他们给你 appointment 的时候，他没有强制性叫你去打，他是给你一个机会去打第3剂，就是这样简单。有好还是有坏，也有好有坏。好的就是你可以多了一种不同的vaccine， 以后 travel restriction 会比较容易，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澳洲的国家比较方便。因为呢，为什么土耳其他们开打after Sinovac 过后他们开打这个混合这个 Pfizer 呢，是因为他们有 travel ban for Sinovac， 就是很多那个 Europe country 他们很多都不接受这个 Sinovac 的 vaccine，所以他们就给这个 booster dose Pfizer 的话呢，就会减少了这个问题。OK，
还有就是打第三剂是有没有风险的？给60岁以上的病人是没有风险，给60岁以上的人民是没有危险的。可是给年轻，好像我们60岁以下的，它是风险会比较高。因为呢，它只是因为年轻的人会有心肌炎，他们有说过16岁到18岁到60岁的人民呢，如果是他打第三剂呢，他可能会有机会中这个心肌炎，比起中 COVID 的风险呢，差不多是低啦，可是还是有风险，所以他们说他们不提议在60岁以下的人打 booster dose。可是为什么我们打呢？是因为我们的风险中 COVID 还高，意思我是前线人员，因为前线人员就是风险比较高，比起中那个心肌炎的风险更高，所以我们就要打第三剂。好，还有就是如果是说80岁以上可不可以打混打的，是没问题的，真的是没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是3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也是在这里说的哈，不能只是说我想告诉你们最近的数据马来西亚的数据哈，尤其是沙捞越这一步，你记得这里我相信有很多沙捞越的朋友有的沙捞越朋友沙捞越的那个 case 呢，进医院的 case 越来越多，雪州的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打的这个 Sinovac 蛮多很多这个 Sinovac 的疫苗的人很多。OK， 问题是我们发现到了，这个是我有这个数据，之前我看凯里我们的那个卫生部长也是有说过的，在2000剂里面副作用意思说有2000多个病人呢，进医院的病人意思说 admission 有打疫苗打了2剂 complete， 然后还是进医院的，大概有2000多个，那个是2个星期前的数据啦。在2000多个病人里面呢，88%或者是80%的病人是 Sinovac receiver， 因为凯里先生他自己也是打这个 Sinovac， 所以他看了这个数据之后呢，他心里面也是有一点慌，因为和我们得到的那个我们担保的那个和我们所说的那个数据和担保那个疫苗的担保，从那个厂商担保和我们疫苗的反应呢是有差别，所以他就决定了换成 Pfizer。所以这是已经是在你可以在那 news 里面找到的有了的这个数据哈。所以我没有说那个品牌不好，只是说从我们马来西亚的数据已经呈现了 OK， 88% 是 Sinovac 进医院，那2000多个人 15% 是 Pfizer 进医院，很奇怪的 AstraZeneca 差不多只有 1% 罢了，1到2% 罢了，还其余的是因为他们不足了，应该是还有对不起，应该是20多%吧那个 Pfizer 1% 罢了 AstraZeneca。 之前我们讲的哇 AZ 这样好，这样 AstraZeneca 这样好这样好其实也不是因为它疫苗，其实在看起来好像疫苗不对，对不对？不好，对不对？其实是不对的，这个看法是错的。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因为我们给这个 Sinovac 是给年龄比较大的病人，然后呢Sinovac 呢是给Sinovac 是给年龄比较大的人， Pfizer 呢又掺杂到我们这种前线人员，再加上那个年纪大的病人，所以呢进院还有那个 AstraZeneca 只是给年轻的人，年轻的因为是你们记得吗？还在抢那 AstraZeneca 疫苗的时候，全部是年轻的40岁以下。所以呢进医院风险呢不是因为那个品牌，而是因为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接受这个 Sinovac， 所以呢年纪比较大呢，他们的产生的抗体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我们的年纪大了，我们的肌肉又不多，我们的 muscle 又少，所以你的那个抗体呢会比较难产生，所以呢
凯里先生就说我们一定要打第3剂给这个60岁以上的打，好，他不是给我们年轻的这种人打了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下去的话，他又是说因为没有数据啊，打Pfizer很担心。可是之前因为在我们之前有2个国家已经这样子开打的话，他看了数据过后，他觉得是安全的。然后再加上呢，对打了这个Pfizer你混合打的时候呢，对我们的人民是有帮助的，就是说你去 travel 就比较容易咯。可是美国为什么不肯？美国为什么不肯混打？因为美国相信Pfizer最好，是这样子罢了可能。因为我之前我是因为之前他们美国呢，他们很多是打Pfizer的2剂或者 Moderna 的他们在数据上说，他们是6个月过后呢，他们是要打 booster dose。就算这个 booster dose 他们申请给整个美国打这个Pfizer他也是被驳回那个总统说要整个全国打 booster， 因为他们要减掉这个 Delta， 要把这个 Delta 排出去。可是呢，他们的那个 CDC 还有他们几个那个我们叫做疫苗委员会呢，就把这个这个我们叫方针这个章程呢推翻不要，因为他觉得有风险，所以他们只是说60岁以上才可以打第3剂，或者是我们前线人员，或者是这个有低免疫系统的人。所以呢我现在讲完，我解释完这一端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心里有数，大概要不要打 ，OK？ 可是还是会有人会很担心 ，OK？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担心的话，你就推掉这一次，等多2个星期过后，看看数据再打吧。可是呢，可是我对我来说是有信心打这个第3剂给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哈，风险是不大，年纪大的不会有心肌炎，年纪大的不会，这个已经是铁证来的，是没有心肌炎，所以60岁以上打第3剂是不会有心肌炎导致死亡的，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是血栓之类的也没有，所以我说年纪大的，因为我们免疫系统比较温和。打了这第3剂的话，你身体的状况会比较也不会好像我们年轻人这样子呢，反应比较强，所以是安全的这点是我要 stress 在这里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想要去打的话，明天要去打的话，就去吧。如果明天你觉得还是心里面还是不安的话，这样就推掉它，这样你就等一下下一轮吧，也可以可是我可以跟你说。沙劳越的数据是说到现在为止没有问题，8000多个人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这是我可以给你们的最有利的这个资讯所以你可以做决定吧请问 Dr. Seth 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抗体怎么检查才知道去哪个单位检查其实这只是外国人他们去做这个我们讲的抗体检查，然后还知道他们是没有抗体，他们才去打。其实这个抗体检验呢是给那些身体没有意思说身体免疫系统已经是有问题的，好像那些病人他是吃这个类固醇吃这个因为他有红斑狼疮或者是他有其他的病症，他需要吃这个类固醇的人他们就会医生就会建议他去做这个 antibody test， 他们有个 specific 的或者是这个有中了 cancer 在做这化疗的病人，他们这种病人呢，我们才会叫他们去验一验的抗体。可是大体上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叫他们去做，这个是我刚才说的是外国人，马来西亚的是没有的。马来西亚就是你有吃类固醇你是处于那个没有抗体的人呢我们就直接给你打这个 booster dose 医生晚上好，打了第3剂疫苗至今有没有副作用？手臂有痛吗？其实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啦我在星期一的下午12点半打这个第2剂了打这第2剂，然后回到来时是没问题的没问题到了晚上那时手臂有一点点的痛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打这个疫苗呢，这个地方一定会痛的。我是打这边手啊，所以打疫苗的时候呢，我就有觉得有一点点的疼痛的时候，我就没有去理它。然后到了晚上呢，要睡觉之前也没问题。然后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臂的痛呢，不像上一次这么痛了。以前呢，连手都拿不起来的，可是现在呢，一起床的话就没问题，就完全疼痛都没有了。OK，所以然后下午呢，开始有一点点的身体不舒服，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真会有这个发炎的那个情况，然后所以有一点点的身体疼痛，只是说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只有一点点的喉咙的干。然后呢，过后呢，我就没有理会啦。晚上睡觉之前呢，我是有吃2粒 Panadol，是因为我觉得有点点的发热的感觉，这样我就吃了两个 Panadol，头是有点痛啊，这个是和之前我们打第2剂的时候一样的情况，头有点痛。然后今天起来这个是第48个小时，然后就精神很好，没问题了。没问题了。然后刚才下午有一点点不舒服，可是我喝很多水，所以就 OK 了。我就吃很多这几天，因为没有给自己担当一下哈，所以就尽量的吃多点，让自己的身体早点康复吧。对，喝很多奶，吃很多高那个蛋白的东西。好，所以大体上我之前打的2剂都是 Pfizer， 所以我是3月尾打第2剂的，就是31号。今天算起来呢，星期一那时候我应该是7个月过后才打第三剂了。然后也有人问我什么是第三剂啊，什么是 booster dose 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第三剂就是可能就是说的你的免疫系统完全没有起作用，意思是说之前打了2剂过后呢，2剂打了过后，然后就没有产生抗体，然后呢，在没有产生，因为有些病人呢，他是有吃内固醇啊，或者是他有他的免疫系统不好，所以他的免疫系统不好的时候，他的那个抗体就没有产生到，没有产生到的话，那么他就是需要打第三剂，那叫做第三剂。好，booster dose 呢？booster dose 就是你自己打了第1和第2剂，你有产生抗体，可是呢，抗体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慢慢在6个月过后，然后那个抗体慢慢的减低然后呢就没有达到最好的功效，所以你才叫打 booster dose， 它的名字叫做加强剂。可是呢，两者是一样的，它的分量是一样的，只是它名称上不一样，可是它的功能是一样，打的次数是一样，打的那个容量是一样，然后它的副作用也是一样的所以第三剂和 booster dose 叫做加强剂是同样的。可是呢，如果你是换品牌的话呢，应该不叫 booster dose， 应该是叫第三剂，因为呢，它不是加强剂，它 theoretically 它不是叫加强剂，可是呢，它功效是一样，是加强的了，一样的。所以这是名词上的不同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就一直有人在问我什么是第三剂，为什么是 booster dose 有什么不同又听到新加坡有人打了第三剂或者死亡很担心doctor 怎么办这样子没有那个新加坡那个 case 不是在新加坡是走火那个 case， 其实不是打疫苗死亡的那个小孩子，那个疫苗10岁的小女孩，她有心脏有孔，她心脏有问题的病人来的，她的死亡率他们现在暂时还没有达到没有达到最好的他们做了解剖，所以他们说这个不是疫苗，是因为心脏的问题是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是因为可能打了那个Pfizer，可能我就有点有一点声音不好，可是呢，我想我是身体还是很健康的，OK 。OK，